你越是兼容女人，关系反而越容易破裂。你越把女人当女儿宠，她反而越想跟你分手。很多兄弟啊都觉得说，女人提分手是因为不爱了，是因为有新欢了。其实不是的，大部分的女人提分手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男人替她承担了太多的压力。比如说他今天被领导骂了啊，委屈巴巴的跟你抱怨说，哎呀，我今天怎么样，结果呢，你反手就给他找了个关系，给他找了一个躺着赚钱的一个伴儿啊。再比如说他爸妈的这个店经营出了点问题，或者说他们家怎么样，资金链断裂啊，你二话不说反手携带巨款入局帮他填窟窿。像这种类型的行为啊，很多男人都是做过的，你们别觉得夸张啊。其实就是男人有一个习惯性的思维，就是也是基因里带的吧，想逞英雄。你替他承担越多的压力，他反而就越想跟你分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部分女人是不具备像男人那样强大的抗压能力的，而当他扛不住这些压力的时候，你去帮他扛住了，那他就会站在你的身后先松一口气，然后等他缓过神来之后，他会干嘛？他会开始恐慌，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缺乏这种能力，但是他又无法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有这种抗压的能力啊，所以他就会把问题怪罪到你这个遮风挡雨的人身上，所有的一切的错误慢慢的都能转移到你的身上，甚至他会觉得说是你导致了他无法抗压的。我知道很多兄弟听到这里会觉得说不可理喻，可是经历过的兄弟都是懂的，因为你们会觉得说觉得不可理喻的兄弟啊，他们会觉得说这种女人啊就是有病的啊，趁早跑路换人得了。嘉哥告诉你们，只要你还生活在东南亚的这个国家里面，你就逃不过这种困局，更何况西方国家也有很多也是这样的啊，这不能怪女人们自私，这个是刻在女人基因里的一个弊病啊。就比如说咱们国家的男人啊，中国男人承担的这个压力呢，至少有80%是来自于雄竞。你从小就被动的跟隔壁家的小王去比成绩啊，长大了又要去跟对门的这个老王比谁家房子更大啊，谁家车子更好。那像这种雄竞带来的压力很多，说实话啊，就是勇敢的男人他是会去不断的挑战这些压力的，去理解人性，去理解规律，然后在一次次的雄竞当中胜出。而大部分女人呢，她是没有经历过从小就要就是被逼到那种高成就的压力下。大多数女人最多就经历过2种压力，第一种呢叫做同龄同性的一个竞争压力，也叫做 peer pressures。 说的再直接一点啊，就是她身边闺蜜的贪嗔痴。比如说她的闺蜜 Coco 上周跟某个大哥吃饭啊，拿了款这个给她送了个什么6位数的这种什么包包啊，这种贪嗔痴的东西呢，会让她忍不住跟这些闺蜜去做比较。那假如说这个女生她自身条件是不差的，那她就会去想啊，凭什么那个 Coco 没有我漂亮，身材没有我好，甚至成绩都不如我，但是她能拿到结果呢？那她就会觉得自己是可以比 Coco 更厉害的，能够更应该得到更高贵的礼物。总之像这种啊，身边闺蜜也好，朋友也好，所营造的一种环境，会给女生带来恐怖的压力和影响。但是兄弟们，像这种外界环境带来的压力呢，对于大部分创业的男人来说，就是一个入门级别的关卡嘛，对吧？你们创业的第一课就是抵抗周围人的评价，但是大多数女人她哪怕都到30、40了，她依然会被周围人的评价所裹挟，会给她带来一种无形之间很大的压力。然后呢，大多数女人承受的第2种压力叫什么呀？叫做 self delusion 啊，也就是自欺欺人的心理压力。也就是说，她在跟一些男人相处的时候，这些男人确实会对她非常的好啊，可以花钱啊，浪漫啊，各种啊。但是她其实自己心里面清楚，这个男人不靠谱啊，是那种废墟级别的渣男啊。但是她会去自我欺骗，她会去忽悠自己说这个男人是真爱我的啊，他浪子回头了啊，他是个好先生啊。其实啊，大家心里面都是门清的，这男人啊，其实最多就是想跟他干嘛 one night stand， 对吧？大部分女人啊，我说实话，她就只经历过这2种压力，她没有像你们一样去创业、去碰壁、去被人打压、去被算计啊，所以她的抗压能力是远远不如你的。
一个活在二手经验与概念中的人，永远无法理解一个在一手生命里搏杀的人。这也是为什么焦哥会建议一些就是年龄偏大的这种创一代兄弟啊，让他们一定要去找一个有野心的女人，因为能够跟在创一代男人身边的女人，一定是能够持续自我进步的。现在网上有很多就是吐槽创一代的，说你们上岸第一箭，先斩意中人，然后痛斥创一代兄弟的无情冷漠。但事实上呢，很多创一代兄弟在分手之后呢，比女方还要痛苦10000倍。你并不是无情，而是这个女人在你上岸后，她放弃了进步，她的思维跟格局被你甩开了一大截。甚至有些女人在酒瓶乍富之后呢，就会开始买花，偶尔还在外面来上一句，你知道我老公是谁吗？那创一代的男人呢，对他的感情也就会逐渐被消磨殆尽最后的结果自然就是糟糠之妻弃若敝履。要知道一个成功的男人，他不可能是光凭运气成功的，他得接得住那个运气，而且他是能够紧跟时代发展，能够抓得住风口，能够踩在风口浪尖上，还能够抓得住运气的人。那对于这种男人来说，我说实话一个只会原地踏步不思进取的女人，即便她再漂亮一开始这个男人再喜欢她，也只能干嘛呢？最后反正就是也只能刮骨疗伤只能是狠心分开。所以说兄弟们如果说你自身条件真的不差，有一个稳定的事业，而且你的事业还在就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那你就要去带着你喜欢的女人一起去进步。你不要事事都给她包办了，你要给她一个成长的空间跟环境，这样她才能够跟得上你的步调你们的关系呢才有可能更长久更优质，她才能够反向过来去滋养你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怎么做才能够引导出女生她向上生长的这个欲望呢？其实这也是我经常会跟兄弟们去讲的这个板块我也特别拿手，毕竟我也是个女孩子，又是一个对吧女老板，所以我一般呢都会让他们怎么跟女生说这一段话呢？很简单，任何事情我希望你都可以大胆的去做但是你不要指望我会在一开始呢给你铺好路兜好底这些是我的诚意，但是成长是你的课题，我接得住你所有的烂尾，但是我不会为你去写开头，我是你犯错之后的底气，不是你开局时的一个捷径。那大部分兄弟给我的一个反馈呢，就是说这个女生她反而会更依赖他了，也更愿意去分享一些比较私密性的一些想法了说到底这个依赖呢，它跟我们所说的那种依赖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它是更多的是来自于一些精神上的认可和崇拜一段健康的优质的能够长久走下去的关系，一定不是你去当牛做马他去坐享其成。对于一个女人而言，真正能够滋养她灵魂的爱情，不是给她包办一切记住，而是既能拖住她的脆弱，又能够成全她的独立。所以你们要去引导她，让她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让她自己去面对整个世界，让她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得到她完整的美好的爱。好了，还是那句话焦哥带你们用人性征服异性，用实力主导关系。需要学习，下期见。